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时候你明明不想发脾气，无名火却怎么也压不下来？又或者明明很累，身体却像有千斤重，怎么睡都睡不饱？我们总以为我的身体我做主，把这具肉身当成完全听命于大脑的机器。但你不知道的是，很多时候你控制不了的情绪崩溃，莫名其妙的慢性发炎，其实是因为你的身体早就被上千亿个外来生命体给劫持了。你以为你在做自己，其实你只是他们喂养欲望的傀儡。在今天的影片中，我将带你揭开一个被现代科学证实且隐藏在2000多年前佛经里的震撼真相。看完这期内容，你不仅会明白到底是谁在微观世界操控着你，还会掌握一套极度实用的微修行清单。只要照着做，你就能彻底告别内耗，找回身心的真正健康。要揭开这个真相，我们得先回到过去。在佛教经典中，有一部非常罕见的经书，叫做《治禅病密要》。过去只有深山里的禅僧在修习观身不净的时候才会翻阅它。这本经书里记载了一个让现代人也毛骨悚然的奇特现象。经文里说，我们的身体根本不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那到底是什么？2000多年前，佛陀坐在菩提树下，凭借着他那能洞察宇宙微尘的全知之眼，静静地凝视着弟子的肉身。接着他平静地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佛陀说，在我们这层薄薄的人皮之下，住着84000户家虫。各位朋友，请特别注意，佛经里用的量词不是只，也不是条，而是户，一户，代表着一个家庭，一个庞大的宗族。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里住着无数个微观的部落与国家。听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笑，你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2000多年前的古人因为缺乏医学知识，对疾病或寄生虫的神话夸张，甚至只是用来吓唬信徒的宗教比喻罢了。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大大低估了古人的智慧，也低估了宇宙的奥秘。很长一段时间里，84000户虫的说法一直像个谜团一样深藏在藏经阁里。直到现代，西方科学家发明了高倍数的电子显微镜，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镜头对准了人体的血液、肠道和皮肤表面。当显微镜下的画面传回荧幕时，聚集在实验室里的医学泰斗们全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看到了无数密密麻麻、不断蠕动的微生物和细菌。科学家透过精密的计算，得出一个颠覆人类认知的惊人结论：在我们这具身体里，真正属于人类自身的细胞竟然只占了不到30%，剩下的70%全是密密麻麻的外来生命体。这会让人产生一种极度强烈的时空错乱感。你仔细想想，2000多年前的那个开悟者，没有显微镜，没有解剖学，也没有现代生物学的仪器，他是怎么看透这层厚厚的皮囊，把微观世界描述得如此精准？更让人背脊发凉的是，佛陀甚至在经文里详细为这些虫子分了类，描述了它们的形态、栖息地和食物。比如，他说有一种虫叫食恶虫，专门聚集在内脏的末端；还有一种虫会像细线一样，在你的头发和皮肤之间来回穿梭。当你把这些古老的梵文经典和现代的微生物学图谱放在一起对比时，你甚至会怀疑，这到底是一本宗教的修行指南，还是来自更高维度文明的显微医学报告？但佛陀为什么要告诉弟子们这些？难道只是为了给他们上一堂生物课吗？当然不是。佛陀真正要揭示的是那些在我们体内
疯狂蠕动的84000众生，其实与我们的生死息息相关。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乎命运、因果，甚至关乎你究竟是谁的终极秘密。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们常常为了名利而奔波，为了执念而痛苦，却忘了回过头来好好看看自己的身体。既然你我注定在这浩瀚的网路中相遇，这本身就是一次极深的缘分与福报。看到这里的师兄师子与朋友们，不妨先在留言区写下一句愿家人平安健康，身无病苦。这不仅是对你与家人的美好祝愿，更是你对陪伴你走过无数个日夜，体内那84000生命的首次温情问候。相信这份美好的心念一定会为你带来福气，驱散眼前的阴霾。现在，请你静下心来。既然现代显微镜已经证实了佛陀所言非虚，那么一个最关键也最致命的问题来了。既然人体有 70% 是由这些微生物组成的，那现在坐在荧幕前，那个会思考、会生气、会悲伤的你，到底是被谁控制着？此时此刻，你的眼睛在扫视荧幕，脑子里是不是已经闪过了无数个念头？我们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觉，我的身体我做主。我们理所当然地觉得，这具肉身就是至高无上的国王，而大脑就是发号施令的王座。可事实远比你想象的复杂，甚至有些惊悚。让我们把时间倒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美国发生了一起至今仍让医学界津津乐道的奇特案例。有些士兵在战场上腹部受到重创，为了保命，医生不得不切除他们大段的肠子。手术很成功，士兵们活下来了。可是，当他们出院后，家人却惊恐地发现，这个人的灵魂好像变了。原本性格温和、内向，甚至有点胆小的士兵，突然变得极度易怒，脾气暴躁，甚至开始酗酒。相反地，有些原本无糖不欢、极度热爱甜食的人，手术后只要一看到糖果，就会恶心反胃，连碰都不想碰。当时的医生彻底懵了，他们切掉的明明只是负责消化食物的肠子，士兵的大脑毫发无伤，连一根神经都没碰过。那么，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性格与欲望？这个谜团，直到最近这几年，才终于被顶尖的现代医学解开。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科学概念——肠脑轴线。医学界震惊地发现，我们肚子里那密密麻麻的微生物，也就是佛陀口中所说的那84000户虫，根本不是免费住在你肚子里白吃白喝的房客，它们有自己的生命意志。这些微小的生命体能够透过人体的迷走神经，直接向你的大脑发送讯号。它们甚至能分泌各种神经传导物质。简单来说，它们能够直接骇入你的大脑，控制你的情绪与欲望。当你下班累得瘫在沙发上，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极度强烈的念头：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吃一块高热量的巧克力蛋糕，不然我活不下去了。你以为这个对甜食的强烈渴望是你自己产生的吗？在微观世界里，真相往往残酷得让人难以接受。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你体内某种喜欢糖分的嗜甜细菌正处于饥饿状态。为了生存，它们集体分泌了一种化学讯号，强烈刺激你的迷走神经。你的大脑接收到了这个讯号，并自动把它翻译成了我想吃甜食的念头。于是你迫不及待地冲去买蛋糕，大口吞下，心里感到无比满足。你以为自己犒赏了辛劳的自我，但实际上呢，你只是成了一个被体内100万恶虫操控的傀儡。你正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喂养着他们无底洞般的贪婪。了解了这个现代科学的真相，我们再回头看看佛教大乘经典与密宗里为什么要反复告诫修行人必须去深刻体会无我，甚至要去修习观身不净。佛陀早就看透了这一切，他知道凡夫俗子最可怜最可悲的地方就在于对自我的执着太深。我们把这具身体当成稀世珍宝，为了让它吃好穿好享受好，我们在世间争夺吵架生气嫉妒，我们以为自己在捍卫我的尊严，却从来没有搞明白这个身体的真正主人到底是不是我。当你为了一时的口腹之欲大发脾气，或是为了争一口气而气得浑身发抖时，你其实正在受制于体内的微观众生，你终其一生都在为他们劳碌，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却可悲地以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自由意志。这就是佛法中所谓的无明，我们被蒙蔽了双眼，认贼作父，把操控我们的欲望当成了真正的自己。既然这具身体不过是无数生命拼凑而成的客栈，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面对它？难道我们就只能任由这些微观的虫子啃噬与操控吗？其实，在这部《治禅病密要》里，记载了一个极度罕见却又直指人心的真实公案，精准地道破了这具肉身与内在修行的深层法则。以前在深山里，有一位非常用功的禅僧，他日夜打坐，精进地修习佛法中的观身不净。有一天，他的修行境界突破了，在极深的定境中，他竟然打开了天眼，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自己皮肉之下那密密麻麻正在疯狂蠕动的84000户虫子。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有多震撼吗？这位禅僧当下觉得极度恶心，心里升起了强烈的恐惧与厌恶。他心想，这个身体实在太污秽了，这些虫子太可怕了，我必须消灭它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清净。于是，他做了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他运用了禅定中的火观，也就是在心里升起了一股强烈的嗔恨心与对抗心。他试图用这把无形的怒火把体内所有的虫子通通烧死。结果呢？虫子死了吗？没有，不但没死，反而因为感受到这股强烈的敌意与杀气，体内的微观世界瞬间变成了地狱。这些微小的生命体被禅僧的怒火逼到了绝境，变得极度狂暴。他们为了生存，开始在禅僧的体内疯狂反扑，拼命撕咬。短短几天之内，这位原本道行高深的禅僧全身严重发炎，皮肤上长满了恐怖的毒疮，日夜哀嚎，痛不欲生，甚至差点就此走火入魔。后来，这个消息传到了佛陀那里。佛陀看着痛苦万分的弟子，慈悲地摇了摇头，告诉他，孩子，你错了，修行从来不是对抗，更不是杀戮。佛陀教导他，面对体内这些微小的生命，绝对不能用嗔恨心去消灭，你必须立刻放下心中的怒火，把念头转为极致的慈悲。佛陀要他静下心来，观想自己的头顶上有一道清凉、充满爱与包容的甘露水缓缓流下。这道甘露水不是用来淹死虫子的，而是用来安抚、滋润、喂饱体内这些惊恐、饥饿的微观众生。当这位禅僧强忍着剧痛，放下杀心，试着用慈悲的甘露去和解时，不可思议的奇迹发生了。感受到这股温柔与包容的能量，体内的虫子渐渐安静了下来，不再作乱。没过多久，禅僧身上那些无药可医的毒疮竟然不药而愈，身体再次恢复了清净与健康。各位朋友，这个2000多年前的罕见公案，
听起来很像神话，但请你静下心来，仔细对照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不就是现代人每天都在经历的真实写照吗？我们现在常常听到一个医学名词，叫做自体免疫系统失调，或是各种找不出原因的慢性发炎。很多人看了无数的名医，吃了大把的药，却总是反复发作，怎么睡都睡不饱，肩膀永远像压着千斤重担。其实这就像是那位古代禅僧所犯的禅病。当你每天处在高压的工作环境中，面对不讲理的老板、吵闹的孩子，你的心里充满了焦虑、愤怒、嫉妒和抱怨。你以为你只是心情不好，但在微观世界里，你其实是在自己的体内放了一把又一把的无名火。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庞大的宇宙，而你就是这个宇宙的造物主。当造物主暴怒时，这个微观世界就会天崩地裂。那些原本安分守己、帮助你消化食物的善良细胞与益菌，被你的负面情绪逼得无路可退，最后为了自保，只能发生突变，开始疯狂攻击你自己的身体。这才是最深刻的无常，这才是最彻底的观身不净。你以为你拥有一个坚固、永恒的肉身，但实际上，这具身体不过是84000户微小生命用业力拼凑而成的一间破旧旅馆。每天都有无数的细胞在死亡，又有无数的细菌在诞生。我们在这个名为肉身的旅馆里住了几十年，却可悲地以为自己可以永远霸占它。当你试图用对抗、生气，甚至是用猛烈的药物去镇压体内的病痛时，你其实正在引发一场更惨烈的微观世界大战。那么，面对这个随时都在崩解、充满无常的肉身，我们难道就只能束手无策，任由微观世界的业力将我们吞噬吗？当然不是。佛法最慈悲的地方，就在于它在指出残酷真相的同时，也永远会留给我们一把转危为安的钥匙。在佛教里，我们常常听到因果报应这4个字，很多人总觉得因果报应太宏大、太遥远了。他们认为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是要等到死后下地狱或是下辈子才会发生的事。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大家继续肆无忌惮地熬夜、暴饮暴食，生气的时候恨不得把屋顶都掀了。但你不知道的是，宇宙中最严格的因果法则，其实根本不用等到来世，就在现在，就在你这层薄薄的皮肤之下，那个由84000户微小生命组成的微观世界里，你的每一个念头，每一次放纵，都在以惊人的速度立刻显现出报应。这就是最速报的因果。我们拿现代人最常犯的毛病来举例，咱们来聊聊生气这件事。你可能觉得生气不过就是心情不好，骂几句或者砸个杯子发泄一下就没事了。但如果你从体内那些小虫子的角度来看，这简直就是一场毁天灭地的末日大灾难。现代身心医学做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当一个人处在极度愤怒、焦虑或者仇恨爆棚的时候，身体会在短短几秒钟内分泌出大量的皮质醇和压力荷尔蒙。这些毒素就像一桶沸腾的强酸，顺着血液迅速泼向你毫无防备的内脏和肠道。那些平时辛辛苦苦帮你消化食物、维护免疫系统平衡的善良益菌，也就是佛经里说的保护身体的善虫，会在瞬间被这波毒素闷死，数量高达数千亿。这不是比喻，这是微观层面真实发生的大屠杀。你因为外面的某个人、某件事感到愤怒，但结果呢？你却在自己的体内引发了一场血腥的屠杀，牺牲了几十亿无辜的生命。
更糟的是，那些极度顽固的有害细菌，也就是佛陀口中的恶虫，他们最喜欢什么？他们就是靠着毒素和腐败的物质为生的。你生气和焦虑时分泌的毒素，对善虫来说是穿肠毒药，对恶虫来说却是满汉全席。它们会在这些毒素中疯狂繁殖，然后反过来吞噬你原本健康的细胞。佛法常说，心生则万法生，心灭则万法灭。你的起心动念就像是这个微观宇宙的太阳和气候。如果你有一颗慈悲平静的心，身体里的微观生态就会像春天一样百花齐放，善良的小虫安居乐业，它们自然会变成最强大的守护神，保护你的肉身。但如果你心里充满了愤怒、烦躁或贪念，体内的世界就会像火山爆发，毒气弥漫。除了情绪，还有我们的食欲。很多人沉迷于美食，喜欢吃极度重口味、油腻，甚至是充满化学添加物的垃圾食物。你以为你只是满足了舌头上那几秒钟的快感，但当这些东西顺着食道进入胃里，情况就完全失控了。这就像是你故意把成堆的垃圾和有毒废弃物倒进一座原本干净美丽的城市里。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你的身体为了自救，只能不断透支原本用来维持寿命的元气。那些因为你的放纵而变异的恶虫就开始接管你的身体。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现代人明明年纪轻轻，却莫名其妙得了各种奇怪的慢性病。医生检查不出原因，最后只能给你一个结论：免疫系统失调。什么是免疫系统失调？用佛法的角度来说，就是你亲手杀死了体内的善虫，又用错误的念头和生活方式喂养了满肚子的恶虫。现在，这些充满怨恨和贪婪的恶虫开始在这个千疮百孔的身体里向你讨债，向你报复了。这难道不是最及时、最直接的因果报应吗？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背脊发凉，甚至感到绝望。难道我们就只能被这具充满业力的肉身拖垮吗？请放心，大乘佛法最慈悲的地方，永远不会让我们停留在恐惧之中。这把钥匙能够让你在一念之间扭转体内的微观生态。刚才我们看到了微观世界里残酷的因果报应，你可能会想，天啊，既然我的身体里住着这么多会失控、会作乱的虫子，那我也太倒霉了吧，我该怎么把它们全部赶出去？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又掉进了对抗与嗔恨的陷阱里了。大乘佛法最极致、最不可思议的慈悲，从来不是教我们去消灭敌人，而是教我们如何转化夙愿。这把能让你在一念之间扭转微观生态的钥匙，叫做同体大悲。试着深呼吸，把我们凡夫俗子那双充满傲慢与偏见的眼睛闭上。现在，请你换上菩萨的智慧之眼，重新看看你肚子里那些让你发炎、让你生病、让你怎么睡都睡不饱，肩膀永远像压着千斤重担的所谓恶虫与细菌。佛法告诉我们一个震撼的真相：这些微小的生命，在过去无量劫的轮回中，都曾经是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姊妹、你最深爱的至亲骨肉。只是因为业力的牵引，他们这辈子披上了丑陋、微小的躯壳，带着贪、嗔、痴的习气，刚好住进了你这具肉身客栈里。他们为什么要折磨你？因为他们也活在极度的饥饿、恐惧与无明之中，他们只能靠着本能去掠夺、去啃噬，为了活下去而挣扎。当你生病的时候，如果你对着自己的身体充满怨恨，拼命吃下最强烈的抗生素，只想着要把它们赶尽杀绝，在微观世界里，
这是一场极其残忍的骨肉相残。就算你暂时用药物把症状压了下去，那些无数微观众生在死前所产生的巨大怨气与愤怒，依然会深深锁在你的细胞里。等药效一过，更猛烈的反扑，更难缠的怪病就会找上门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真正的高僧大德常说，病痛是治不好的，只能和解。可是和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到底该怎么办？既然这具身体本质上只是一个无常的虫窟，一个业力的聚合体，死后也带不走，那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自己的肉身？这就带出了大乘佛法中一句极具颠覆性、价值连城的话：借假修真这4个字。如果你今天能彻底听懂，你的命运将会迎来真正的翻转。什么叫借假修真？没错，这具由84000户虫子拼凑起来的肉身的确是假的，它每天都在老化，在衰败。几十年后，当你一口气喘不上来，不管你生前是腰缠万贯的富豪，还是倾国倾城的美女，最后都会变成一缕青烟，一捧黄土。在宇宙时间的长河里，这具肉身的存在，短暂的连一眨眼都算不上。但是，请你千万不要忘记，虽然它是假的，但在此时此刻，如果你想要觉悟，想要证得那个不生不灭、永远存在的真我，也就是你本具的佛性，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依靠的工具，刚好也是这具肉身。让我们来想象一个画面，假设你现在正漂浮在茫茫的生死苦海之中，四周全是狂风巨浪。这时候，你手边刚好有一艘破旧的木船，这艘船不仅漏水，木头里还长满了白蚁，就像我们体内那些无常的虫子。它又丑又脏又破，迟早有一天会彻底解体。请问你会因为这艘船很脏，长满了虫，就嫌弃它，把它一脚踢开，然后让自己活活淹死在海里吗？还是你会紧紧地抓住它，一边慈悲地修补它，一边拼了命地往前划，直到这艘破船彻底解体之前，成功抵达那个开满鲜花、永恒解脱的彼岸？答案再清楚不过了。这具肉身就是你渡海的法船，就算它是个虫窟，就算它充满了不尽与无常，佛经依然反复强调一件事：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在六道轮回里，天人过得太享福了，根本不想修行；地狱、恶鬼、畜生道的众生又太痛苦、太愚痴，根本没办法修行。只有我们人道，苦乐参半。我们尝过生活的酸甜苦辣，又刚好拥有足够的智慧，能够听闻佛法，开启觉悟。你再想想你体内那84000户虫子，他们现在只有当虫的福报，他们唯一能够听闻佛法、获得解脱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你这个宿主身上啊！如果你因为厌恶自己的身体而自暴自弃，把这艘船给弄沉了，你不仅断送了自己的慧命，更是把体内无数无辜的众生再次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残忍与愚痴吗？所以，真正开悟的修行人从来不会嫌弃自己的身体，但也绝对不会去溺爱它。他们对待这具肉身的态度，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借用、善待。既然我们只是借用这艘法船，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既安抚体内那84000众生，又能让这艘船稳稳地载着我们航向彼岸呢？其实，佛陀早在2000多年前，就为我们留下了一套极度落地的微修行清单。你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可以照着做。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既然我们明白了
这具身体是一艘载着84000众生的法船。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既照顾好体内的众生，又能让身心清净，远离病痛呢？其实，祖师大德们早就为我们总结出了一套极度实用，今天看完立刻就能做的微修行清单。这里有4个非常具体的小行动，只要你愿意试着做，你体内的微观宇宙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大部分人吃饭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狼吞虎咽，只要嘴巴觉得好吃就行了。但一个真正明白微观因果的修行人，在端起饭碗的那一刻，双手合十，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会观想，这顿饭不是为了我这具虚幻的肉身享受而吃的，而是为了供养我体内那84000众生。从今天起，当你面对一桌清净的素食时，请你在心里默默对着肚子里的众生说，我体内的84000众生啊，你们日夜陪伴着我，今天我吃下的每一口清净素食，都是我供养你们的无上法食。希望你们吃饱之后，不要再互相残杀，不要再啃噬我的身体，让我们一起借用这具肉身，无病无痛，好好修行。当你把贪吃的念头巧妙地转化为供养的慈悲时，你瞬间就从一个自私的房东变成了一个充满大爱的导师。第二，吃药时的转念法则。每个人都会生病，生病了当然要看医生，要吃药，但是千万不要带着怨恨和杀气去吃药。当你端着那碗苦涩的中药，或是拿着消炎药时，请你在吞下去之前，温柔地在心里对着生病的部位说，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也很痛苦，生病发炎不是你们的本意，这包药是为了调和我们这间客栈的环境，不是为了消灭你们。我把吃药的功德回向给你们，希望你们借助药力消除业障，往生善道，用和解代替对抗，药物就不会变成微观世界的毒气弹，反而会变成帮助众生解脱的甘露。第三，睡前或静坐的声波超度。我们每天念佛号、诵经、打坐，不要总是自私的只想着要求平安、求发财，请把你的格局放大。今天晚上睡前，你可以试着盘腿坐在床上，双手结印，轻轻闭上眼睛。那一刻，你要观想自己就是这个微观宇宙里的佛，你念出的每一句阿弥陀佛，你诵出的每一段经文，那些梵音的震动与佛光，都会瞬间穿透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你体内的那84000户虫子，他们没有机会去寺庙听经，也没有福报去翻阅大藏经，他们这辈子唯一的得度机会，全靠你这个宿主啊！当你真诚地为他们念佛时，对于那些在肠道、血液里受苦的众生来说，就像是听到了天籁之音，看到了漫天神佛的接引。久而久之，他们的暴戾之气会被佛号洗涤，变成保护你的善神，这就叫心王统御万重。第四，适度清空与过午不食。佛教里有一条戒律，叫做过午不食。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在磨练意志，但现代医学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巧合。现代医学研究肠道自噬机制时发现，当人体的消化系统保持适度空腹的状态时，体内的免疫细胞和益生菌就会自动启动一场大扫除，去吞噬、清理那些老化的细胞和有害的坏菌。你看，佛陀在2000多年前制定的戒律，表面上是帮你放下对食物的执着，但在微观世界里，其实是在减轻你体内善虫的负担，帮你清理这具肉身客栈里的陈年垃圾。修行从来不是悬在半空中的大道理，它就藏在你每天吃下的每一口饭。
生病时吃下的每一包药，以及睡前升起的每一个慈悲的念头里。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一起走过了这段漫长又震撼的微观生命之旅。此时此刻的你，心里是否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神圣与慈悲？佛法里常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请你永远不要觉得自己很渺小，也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孤单。此时此刻，坐在荧幕前，正在呼吸的你，就是统御着体内无数微观世界的佛。你过得好不好？你心里平不平静？你快不快乐？直接决定了你体内数以千亿计众生的生死存亡。在每一个当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照顾好自己的身心，不随便发脾气，不轻易被欲望牵着鼻子走。这就是对整个微观宇宙最大的慈悲，也是你这辈子最了不起的功德。能把这支影片看到这里的朋友，我相信你们在过去世一定都与佛法有着极深的善缘，都是极具慧根、非常有福报的人。如果今天的内容有哪一小段话触动了你，让你对这个身体、对生命有了不一样的体悟，或者对你现在的身心状态有一点点实用的帮助，我都为你的功德感到无比随喜。在这里，我想轻轻地邀请荧幕前的你，在留言区写下一句善言，或者是一句简单的祈福语。不管是愿家人平安健康，还是愿以慈悲心善待一切众生，都可以。让我们把这无数个微小的善念汇聚成一个强大且温暖的正向磁场，回向给这个世界上所有正在受身心疾病折磨的人。如果你身边也有常常熬夜、容易发脾气，或是正饱受病痛之苦的家人朋友，欢迎动动手指，把这支影片分享到你的通讯群组，或是传给你在乎的亲友，是一次无比殊胜的法施。你这一个小小的分享动作，或许就能唤醒另一个迷茫的灵魂，拯救另一个即将崩塌的微观宇宙。非常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写下你的亲身经历，或是看完影片的感悟，我会在荧幕的这一端仔细阅读，并默默为你祝福。愿我们都能善用这具充满缘分的肉身法船，慈悲善待体内的84000众生，让我们一起借假修真，无病无痛，最终在这个充满无常的世间，活出最圆满、最清净的觉悟人生。如果你喜欢今天分享的内容，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还能继续结伴同行，一起探讨更多佛法与生命的智慧。请轻轻点个订阅与关注，你的每一个支持都是让正法流传、让善念延续的巨大力量。阿弥陀佛，随喜大家的法布施，我们因缘具足，下次见。